今天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下我自学韩语的经验和我总结出来的一些方法。我是从初中开始，因为喜欢韩国偶像自学的韩语。在我进入大学的时候，已经可以跟韩国人完全无障碍的沟通，从而交到了很多的韩国朋友。但是在那之前，我一个韩国人也不认识，也没有报过任何的韩语班。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下我自学韩语的几个方法，让你也可以在没有韩国朋友，也不用报韩语班的情况下，能够达到和韩国人无障碍沟通的水平。第一点非常重要，就是你必须要对韩语有兴趣。原因是，如果你不喜欢去学习这一个东西，你就没有想要去把它做好的动力。我们大家都学过英语嘛，从小从幼儿园开始就开始学英语，但是真正英语学得好的人少之又少的原因就是大家不喜欢学英语。如果你不喜欢去学习这一个东西，你就没有想要去把它做好的动力。当然有很多人的动力是考到一个好初中、一个好大学，但是我们学习语言的最终目的并不是考到一个好的成绩，而是可以用这个语言去和别人沟通。而这样的话呢，从课本去学其实是比较差的一个方法。我认为最好的方法就是你对这一个语言有某一样事物让你非常感兴趣，比如说像日语的话，你如果特别喜欢动漫；像韩语的话，你特别喜欢 K-pop， 喜欢 idol，或者是你特别喜欢看韩剧，或者是你特别喜欢听韩国的歌曲。不管是哪一样，只要你有这么一样让你非常喜欢，可以当做兴趣去做的一件事情，是最好的一个方法。第二点，我想告诉大家如何去开始自学韩语。其实学习韩语是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因为韩语的文字其实是和我们中文的拼音是差不多的。只要你学会了韩语的24个字母，就可以把这些字母组合在一起，你就可以读出来这个音。我举个例子，这个字母是 H 的音，这个字母是 R 的音，然后这个字母是 N 的音。把这三个字母按照顺序组成起来，它就变成了 HAN 韩。韩语是汉。所以说韩语的入门是相当简单的，一般来说你花30分钟就可以把所有的音都学一遍，很快就可以记住这些音。当然了，网上有很多的资源，也有很多的视频教你怎么读韩语的字母。我觉得这是一个投资非常小，但是一旦你掌握了这些字母，你就已经可以读出来所有的文字。我觉得它还是非常的让你有成就感的，当你会背韩语的这些字母的时候。所以第一步就是通过网络上的一些资源去学习和背诵韩语的字母。接下来我想跟你们说的是如何去一点一点提高你们的词汇量。按照我的个人真实的经历来说，我是基本上没有背过韩语单词的。我记得韩语单词的方法其实和小孩子学习语言的方法是差不多的。我是看了很多的综艺一些视频，然后当一个词它反复出现很多字的时候，我就慢慢记住了。这是我当时学习韩语的方法。但是当你刚刚学会了韩语的发音表，你听到一个句子，你怎么样才能知道这个句子里面其中的某一个单词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我想跟你们介绍的第3个方法，就是看综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韩语的综艺节目和我们中文的综艺节目是不一样的。中文的节目是底下都会有字幕，韩语是虽然没有他们说话一个字一个字的字幕，但是他们会有一些效果字幕，有的时候会跳出来一些东西。基本上我们的韩语字幕组都会分成2个部分，一个部分是专门去翻译他的说话的内容，一个部分是翻译节目当中出现的这些字幕。它的单词是比较短小的，它有可能只有1-2个单词，然后你就知道这1-2个单词对应的是什么。这样的话，你就有机会在下次再见到这个单词的时候，或者是你下次再听到这个单词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这个单词的意思，然后慢慢的你就记住了这个单词。接下来我要跟大家说第4点，反复重复的看一个视频。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呢？我们当听到一句话重复的时候，
特别是这句话是同一个人说的，然后在同一个语境下面，你每一次听到同一句话的时候，你都会听到是同样的语调。语调这个东西在韩语当中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韩语它并不像中文一样是有声调的。就是为什么韩语是比中文好学的，因为中文你必须得记住每一个单词的声调，但是韩语他们没有声调，你只要慢慢的掌握说话的时候它应该会是什么样的起伏就可以了。这个起伏你一开始掌握的时候有一些难度，但是一旦你掌握了，你就再也没有问题了。所以其实是一个一劳永逸的学习。你可以说下载几个视频，然后今天看这个，明天看那个，重复的看这些视频。在这个过程当中，最直观的就是你看这个视频的后期，你已经看了很多遍的时候，你其实是知道他每句话说的是什么的。这个时候你就会不由自主的去听他们说的话，在你的脑子里面，你就会自动的把他们的发音和这句话的句子对照起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学习过程。慢慢的你会发现你可以听懂越来越多的句子，但是呢，会听和会说还是不太一样的。我们学语言的时候，很多人都应该都有个经历，你能听懂的远比你会说的要多得多。其实这个是非常非常正常的现象。对于我来说，到现在为止都是能听懂的韩语远远比我能流利的说出来的韩语要多很多而英语也是一样的。我在美国已经生活了7年了，还不是说我能把我所有知道的单词全说出来，因为你必须得有真正的说出口的经历，很多反复的练习，才能非常有信心的说出这么一句表达。其实这个跟中文也是一样的，讨论某一个话题的时候，你从来没有针对这个话题说过任何的东西，其实一开始想表达你的观点的时候，你也一定是磕磕绊绊的，这是语言当中都相通的东西。所以说最重要的就是你要真正的开口说。观众朋友们有可能会觉得你在生活中又不真的认识韩国人，韩语它又是一个小语种，它又不像英语，你们学校有可能配备了外教老师，那我怎么样才能找到机会把这个语言说出口呢？答案就是自言自语。我是慢慢的养成这么一个习惯。当我高中的时候准备要去美国的时候，也是我的英语之前也并不是非常非常的好，但是因为我马上就要出国了，我必须得保证我的口语是还可以的，所以我当时就看了很多的美剧。其实我是不怎么喜欢看美剧的，但是就是当时找了那种我觉得还算有一点意思的美剧，看了之后，第一是跟着他们说话读，第二是从你可以尝试用这个语言表达一点点你的想法的时候开始，用这个语言试图跟你自己说话，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好的方法。因为不管你是在跟别人说，还是你自己跟自己说，还是你对着一个摄像头说，你其实都是在锻炼你说这句话的流畅度。跟中文一样，说韩语也是，当你一开始的时候并不是说的很流利的时候，你自己说了之后，你也能感觉到你说的其实和你听的是有一点不一样的。这样的话，在你慢慢的对自己说话的过程当中，你就会慢慢的练习，积累下来，你就会越来越接近你可以听到的韩国人说话的感觉。接下来我想给大家总结一下我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方法。第一点是你必须要有兴趣，不管这个兴趣是你喜欢看韩剧，你喜欢追星。第二点是你必须认识韩语的字母表。第三点是找到你非常喜欢的组合的综艺节目，或者是你非常喜欢看的韩剧，反复的去听，反复的去看。第四点是有时间的时候要多跟自己用你想学的这门语言说话。当然了，最重要的一点是记住，你学这门语言是为了用它和别人沟通和交流的，而并不是为了考一个高分。今天我给大家分享了一下我自学韩语的经验和我的一些建议。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于你有一点点帮助的话，希望你可以订阅我的频道和给这个视频点赞。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关注我。再见。沟通的水平。
我高中毕业了之后来美国上大学，我们大学是有一些韩国人的，然后当时我们年级新生大家一起玩的差不多有50-60个人，我们的宿舍里面有一个韩国女生，然后我跟她混的还算有一点熟，然后这样我就碰巧跟着她一起认识了好多韩国人，然后呢，其中有一个我们年级的男生就把我加到了当时的新生，有一个韩国人有一个新生群，里面只有我一个外国人，就当时也算是凑巧吧，我就跟他们都打成了一片了。然后因为韩国人其实如果大家认识韩国人的话，会知道他们是比较喜欢韩国人自己凑成一个小团体的。在我们学校也是，他们完全不可能因为我一个人要说英语，所以我当时可以跟他们关系比较好的原因也是我当时的韩语已经可以跟他们正常交流了，哪怕我不能就是完全的表达我真正想说的话，但是他们不会觉得跟我说话是特别费力气的，也不会因为我在场大家就说话比较慢什么的，不存在。所以说即使你完全不认识韩国人，你也完全没有去上过韩语的课，并不代表你没有办法学好这么一门语言。